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姐厨房，我是刘姐。今天用小米分享一个新吃法，小米不熬粥了，加上2个鸡蛋，做法简单，好吃又营养。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00克的小米和2个鸡蛋。小米作为粗粮的一种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，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，对身体特别的好。我们把小米倒入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一下。有的朋友在清洗小米的时候，习惯性的用手搓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这样做容易让小米里面的营养物质流失。现在的小米都很干净，不会有小石子，只是有少许的灰尘，只需要用手轻轻的像这样给它揉搓几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将淘米水倒掉，这个淘米水不要浪费，可以用来浇花，是非常的不错。小米里再次倒入清水，然后再给它清洗一下。一般清洗小米洗到2到3次就可以了，洗的次数过多会把小米的营养成分都洗掉了。洗好后再加入清水，把小米放在一旁浸泡30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洗净的红薯，用削皮刀削去外皮。红薯去皮之后再切成薄片。红薯被称为营养最均衡的食物，其中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，还包含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钾、磷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好吃又营养。然后再改刀切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后把它收入盘中备用。红薯和小米搭配在一起会更加的营养好吃。这个时候小米也泡好了，把它控水捞出，再装入碗中，往里面再打入2个鸡蛋。先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倒入破壁机里，再将切碎的红薯丁加进来，倒入150毫升的纯牛奶，盖上盖子，点击果蔬键，把它打成细腻的米糊。打好后把它倒入大碗里，再分次加入面粉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成这样的糊状，再往里面加入4克酵母，1勺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。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，让酵母充分的溶解，再加入面粉，继续给它搅拌均匀。面粉我们要多次少量的加，这样能够掌握好它的粘稠度。一直搅拌至面糊比较有阻力了，像这样粘稠的糊状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整理平整，盖上保鲜膜，找个温暖的地方让它醒发至2倍大。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把红枣放入碗中，
往里面倒入少许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加入1勺食盐、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使红枣和葡萄干都裹上一层面粉。红枣和葡萄干从晾晒到包装会吸附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说在食用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加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表面的杂质和细菌。刷拌至感觉有点粘手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来，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。在这里一定要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红枣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好后控水捞出来，放到案板上。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红枣，用刀把枣肉给它切下来，把枣核去掉不要了。红枣味道甜美，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等多种营养元素。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点红枣，对身体特别的好。红枣处理好之后，再把它切的小一些。洗净的葡萄干呢，我们留出一点，用来放在碗上做点缀。然后再把剩下的葡萄干和红枣一起切碎。葡萄干酸甜可口，做面食的时候加入一些葡萄干，做出来的面食口感会非常的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碗中备用。1个小时，面糊就醒发好了，看一下，满满的一盆。我们用筷子搅拌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。用筷子搅拌一下，给它排排气。再将切好的红枣碎、葡萄干倒进来，用筷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几个小碗，在碗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，再撒上一点黑白芝麻点缀增香，再将搅拌均匀的面糊倒进来，这里不用装得太满了，装7分满就可以了。再用铲子将它们整理平整。整理平整后，上面再摆放上自己喜欢的干果，然后放到蒸屉里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面糊变得这样胖乎乎的，就是醒发好了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上气后计时，蒸40分钟。时间到了后关火，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
这样可以防止回缩和塌陷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浓浓的小米香味扑鼻而来。我们小心地把它取出来。稍微放凉后，我们用手把边缘给它扒一下，这样更方便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过来。这样这道美味的小米发糕就做好了，特别的蓬松暄软，里面加入了红枣、葡萄干，吃起来非常的有营养，咬上一口真的是太香了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另外，这个小米发糕是发面的，容易消化，也很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吃。全程手不沾面，做法简单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